大家好，前几期一直在讲，一旦战争结束，股市将会涨到天上去。没想到刚讲完没几天，美国就准备和伊朗进行最后的谈判了，霍尔木兹海峡将要开放了。恭喜从战争以来一直看我影片并且抄我笔记的朋友，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真的是一起变富了。今天的影片也非常重要啊，因为今天是一个历史的节点，政治、经济、科技、AI、太空量子，再加上美股、台股、韩股、日本股票接连暴涨，很多可以改变未来的事情都在过去的几天内发生。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的中期、长期的投资方向和策略，还有个股，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请注意，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政治决定经济，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说政治。最近日经新闻报道，伊朗为和美国达成协议，正在考虑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30天。川普也发帖文说，和伊朗谈判正在非常顺利的进行。于是接下来这个逻辑链条就开始运作了。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原油价格下降，能源价格就会下降，接着美国通胀就会下降，美债收益率下降，未来的 CPI 下降，最终呢就会导致美联储降息利率提高。降息的预期一旦提高，虽然还没有降息，但是预期提高了，那这个股市就会大涨，尤其是 AI 相关的产业链大涨。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股票的价格都是未来的价格，不是现在的价格。虽然现在海峡没有开放，美国没有降息，但是从现在开始，市场就开始认定，在未来战争一定会结束，海峡一定会开放，通胀一定会下降，这股市一定会暴涨。当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假设一定会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海峡开放之前提前买入。但是一定要注意，这次和平协议的签署也有可能破裂，也有可能随时签署。所以股市未来的发展可以从短、中、长3个方向来研究。只要把握这3个方向，这3个节奏，那么你今年、明年这2年应该会非常的开心。我在后面也会把我的具体股票布局、操作策略告诉大家。但是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绝大多数人都用手机在买股票，连的还是公司或旅馆的公共 WiFi， 这就等于网络裸奔。投资账号密码、个人资讯如果被黑客窃取，损失可就大了。不过不用担心，只要打开 Surfshark VPN 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个资安全。Surfshark VPN 使用世界先进的加密演算法，一个账号全家的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加密，无论骇客还是网络供应商都无法窥探你的 IP 地址和浏览记录。使用公共 WiFi 操作券商账户和输入密码再也不用害怕。Surfshark VPN 还可以切换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 IP 地址，解锁因地区限制而无法看到的线上电影、投资资讯网站，甚至享受不同国家的饭店、机票、网购优惠价。前往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我最喜欢的还有 Surfshark Alert 功能，如果你的电邮、信用卡信息出现在暗网资料库， Alert 会马上通知你要赶紧修改密码或者销户。每月只要不到1杯奶茶的价格，不限设备，全家都可以使用。现在点击荧幕下方的置顶留言或资讯栏链接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或使用专属优惠码 NicholasLive， 立即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赶快下载 Surfshark VPN， 让投资和上网隐私更安全。感谢大家支持，手机安全一定要注意，这个优惠力度很大，全家都可以保护，一定要用一下。接下来我先说一下投资策略，再说个股。在短期，最近就是1个月左右，市场就看美伊协议是否能达成，达成了，这股市会继续冲高大涨一波。但是如果破裂，导致美国给伊朗最后一击，这个大盘可能会下跌10%左右。如果这个最坏的情况发生，再次开战，那就是再次加码买入的机会。如果协议最近真的完全达成了，股市继续涨，这个时候呢，大家请不要大量加仓，因为接下来就是中期的方向。中期指的就是现在26年到11月，战争一定会结束，在股市这一波大涨之后，华尔街那些机构可能会出现砸盘，他们会放出很多鬼故事，说沙特、阿联酋等等海湾国家，这个石油设施已经被伊朗炸过了，要2到3年才能恢复，油价要维持在$80左右，不会下跌。美国通胀还会继续，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会提高。接着这个鬼故事的升级版就是开始聊沃什沃什是强硬派。第3版就是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这其中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股市会一下冲高，然后下跌，但下跌多少谁也不知道。所以中期如果下跌了，那也是机会。我说的中期下跌这几个因素，它是一种可能性，大家要为这个因素做好准备，但也不是100%确定的。所以我都是两手准备。我现在的仓位已经很足了，如果战争正式结束，股市再次大涨，我可以赚更多。但是这一波我就不会再次大量开仓买入。
但是我的现金一定会拿在我的手上，15%-20%左右。因为我最近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聊股票了。我现在看台湾新闻、韩国新闻，采访的民众都说现在只要有聚会，大家都在聊股票，就连健身房里的人都在聊股票。而且现在的台湾、韩国的年轻人是车贷、房贷、信用贷，还有什么贷，4贷同堂，全部砸在股市里面。韩国人加杠杆炒股票的这个 level 比其他国家的人高出了好几百倍，全部身家全部砸进去了。有朋友就问我这个为什么加密币不涨这个就是原因。大家把所有的杠杆都加在了海力士、三星、联发科、台积电上，还有什么光模组，涨幅都是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股市已经比加密币更加刺激了，所以大家就不炒币，改炒美股、台股、韩股。出现这种热度，我就想给大家再次看一下我的传家宝图，就是这张。现在所有人都要蠢蠢欲动，就连菜市场的阿嬷都要进入股市了。这就说明现在在中短期我们已经进入了大众热情阶段。所有人都知道了这股市还会继续冲高，短期什么时候见顶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在买。但是只要战争停战的故事讲完之后，没有另外一个让人刺激到睡不着觉的故事出现的话，那接下来鬼故事就会上演。一旦什么美联储要加息的这种鬼故事出现之后，所有加了高杠杆的人都会吓得抛售股票，猛烈砸盘。这个就是图表的这个阶段，这个砸下去的心理压力是非常痛苦的，绝大多数人都受不了。要说会不会砸盘砸到底，我认为是不会的。这个砸下去就是机会，因为长期的 AI 革命趋势不变，而且这一波浪潮会持续到2030年。到这里总结一下，短期可以冲高，中期可能有突然下跌的可能，但是长期还是利好。所以这整个策略就是和我一样有大量仓位的人一定要拿着，等到这次战争结束上涨的这个机会，把利润给卖出去，然后慢慢等待这个波动产生的机会，不要再加杠杆。现在就是让那些加杠杆的人把股票拉起来，我们再继续出货。对于新手和没有多少仓位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去看看周围的人，有多少人在谈股票，每个人是不是都和股神一样，说哪个股票哪个就涨。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一下，你是和他们一样心痒痒的想全仓再加4代同堂冲进去，还是稳稳的定投 DCA 比较好？或者自己设立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把自己的心理按摩一下。比如我拿出一部分我3-5年都不用的钱，先买一部分，如果大盘跌 15% 或者是20%，我会继续买入优质的股票，看好长期，钱我也不用一直放着。这个策略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说，绝大部分新手在大跌 20% 的时候是不敢买入的。今年战争的时候，我一直做影片，一直喊买买买，一辈子的机会来了。我想应该只有 2% 的观众抄我的笔记，大量买入了。现在的基本收益率都是 50%。所以投资没有3到5年的心理训练，新手跌了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更别说下跌的时候会补仓。如果这个做不到，那就设定每周或者是每个月定期买入 QQQ、VOO、SPY、半导体指数、SMH、SOXX 之类的。接下来我就给进阶型投资选手分享一下我的中长期个股投资笔记，主要讲的是美股，但是逻辑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投资台股什么韩股或者是日股，也可以用我的方向，用 AI 筛选出一些个股。这个中长期方向主要就看黄仁勋最近的财报给我们指出的 AI 发展4阶段。黄仁勋现在每个月都要去台湾， AMD 的 Lisa Su 也是经常去。大家要知道，现在 AI 要发展，第一要靠美国，第二就靠台湾。现在卡 AI 发展的脖子主要就是产能，黄仁勋去台湾就是台积电要产能的。所以黄仁勋的远见毋庸置疑，他说的话大家一定要仔细品味。他最近讲了 AI 发展的4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下半年英伟达旗舰 Vera Rubin 机柜正式量产，每台780万美元，一台这么贵还是供不应求。这台机柜里面就是 AI 发展的第一阶段投资方向，也就是 Jason 财报中提到的 AI GPU 进化方向。这个进化方向的第一步就是 GPU 英伟达，第二步就是现在的 GPU 加 HBM 高速内存，第三步就是台积电把 GPU 和高速内存用 CoWoS 先进封装包在一起，一层一层叠起来，这里面就需要一个高级的 PCB 板，封装起来，接下来就需要大功率800伏的电压带动这个机柜。但是这个800伏的电压太大了，如果直接打入 GPU、CPU 所有芯片都会被烧毁，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控制芯片 MLCC
和模拟电源控制芯片。这次摩根士丹利研报中透露，内存 PCB MLCC 芯片涨幅的价格最大，到了 200% 到300%，所以卖这些东西的厂商会持续受益。所以在 AI 的第一阶段，英伟达、GPU、台积电、英特尔、存储是美光、SNTK 都会继续受益，继续持有，跌了就加仓。尤其是美光，我再次强调一定大家要关注一下美光，很可能美国政府要投资美光了，这会把它再次带起来。PCB 的美股顶级的就是 TTMI， 这个我也买了。台湾做 PCB 板的龙头叫做臻鼎科技。MLCC 这个现在冲得太高了，不建议现在冲进去，可以等回调。台股是和生堂，韩股是三星电机，它排世界第2，世界第1叫做日本的村田制作所 MRAAY， 这些涨得都很厉害，回调以后再进。美股可以看一下类似的 ADI 和德州仪器 TXN， 他们是做控制服务器的模拟电压元件，也是利好。接下来黄仁勋说了 AI 的第2阶段，也是马上就实现，就是个人主机的 Agent 时代，最快明年。就是你打开苹果电脑，打开手机，说我要做个 PPT， 做个网页你给我找100个 AI 员工，帮我在中国采购，然后在亚马逊上卖货，只要一句话，这个 AI 就可以拿着你的鼠标、你的手机，直接就给你做好。但是这个功能需要的不仅仅是 GPU， 需要更多的 CPU， 所以CPU AMD 和卖 CPU 专利的 ARM， 做定制推理芯片的博通、AVGO、MRVL、谷歌、亚马逊都会受益，一定要持续买入。黄仁勋说的 AI 的第3阶段就是光链接，这个技术正在突破，未来 AI 和芯片之间的连接，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的连接都需要用光，所以这个一定要提早布局。我现在已经提高了这些光链接的仓位，但是最近也是高位，如果未来有回调，那我会继续布局。现在韩国的科学家已经开始给英伟达定制了一个新的方案，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现在的 GPU 周围放一圈存储的 HBM 存储芯片之后再让台积电把它们压在一起，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散热量非常大，然后周围空间太小，没有办法放更多的 HBM，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未来的方向，就是把 HBM 放在外面，用光连接的技术把英伟达和高速内存连接在一起。这个光链接的技术叫做 CPU， 他们需要更多的 InP 激光器、光纤，还有之后的机柜、数据中心都要用光纤连接起来。而光链接的产业里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个 InP 的生产，所以第3阶段要提前布局，就选这个光链接。主要股票有 MRVL、AVGO、COHR、LITE、JLW、康宁玻璃、NOK、诺基亚、JFS。诺基亚最近收购了一家 InP 的集成公司，叫做 Infinera， 还有一个厂商叫做 TSEM。 最后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 AXTI、ALAB、AAOI。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光链接的股票涨得都非常高，但是没办法，高风险高收益，这个板块波动非常大，心脏不好的不要买。很多新兴的东西在初期波动都是上下 50%， 特斯拉、英伟达都走过这个阶段。如果等到回调，我会继续买入。光链接的配置是 5% 到 10%。 第4阶段以后再详细讲，其实就是物理 AI、 机器人之类的，这个特斯拉肯定要买了。未来的机器人还需要更多的稀土元素，还有更多的芯片，这都是利好我之前讲的东西。今天讲的就比较多，总结一下，现在就是股市冲高，散户加杠杆冲进去，股市还会继续冲高，但是一定要注意风险，不断收割利润。把我研究的投资笔记都加入自选股，等大幅回调的时候再大批量买入。现在如果想试一下也可以，但是要小仓位买入，持续跟踪。有朋友就问，说了这么多股票是不是都要买？看情况吧，这个如果挑几个龙头也是可以的。投资最重要的是不要亏本大家可以回想一次，有多少次冲高，然后你加杠杆买入了，结果到最后一下子又割肉了，这种事情发生过多少次？所以一定要多看我的投资笔记，一定要在下跌的时候大量买入，上涨的时候我会慢慢卖出。从我第一个视频开始看就知道了我的风格。现在就是我慢慢继续收割的时候。喜欢我分享投资笔记的朋友，请点赞转发，然后订阅鼓励我。
人数尽快冲到20万，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量子计算、光链接、太空的具体个股，挖掘一下未来10倍的收益。有问题请多多留言，我都会看，也会给大家做影片做解答。大家也别忘了给自己和家人都装上 Surfshark VPN， 炒股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